备用计划。勇敢的唱歌少年，遥远奇迹在眼前，勇往直前，前方的路途遥远，轻松崇拜真信念。我是中二少年，请你触摸我的心，因为爱是对路，遇到困难不用怕，去面对它。请你触摸我的心，因为爱是对路，遇到困难不用怕，去面对它。接下来是由七秀方主叶芷清带来的参赛节目《日轮刀舞动四方》。好，结果不好意思，叶庄主，霸刀山庄柳庄主，叶庄主，我们是日轮刀河北地区代工商，有空请你吃寿司，一起谈谈合作。柳庄主，贵庄的阳刀大会似乎今年就要举办了，可有神兵出世？阳什么刀啊？江湖上人人都爱东瀛货，现在这市场形势，先活下去吧。据我所知，东瀛人此前数月在大唐购进大量军备，恐怕就是为了今晚将中原武林各路大侠一网打尽。原来是这样，西西，你西什么西啊？那么开心干嘛？哎，不是，我在叫他名字。我单姓西，秦人只有姓氏，没有名字。你们可以叫我西姑娘。叫西姑娘有点生疏啊，不如叫你阿西吧。阿西吧，听起来有点高丽味啊。闭嘴！这次的任务很简单，我已经整理出了日轮山城的罪证，我们只需前往创造大侠108现场，当场拆穿东瀛人的阴谋，然后和各路大侠一起铲除日轮山城。先说好，李父这次你不要出面，让我一个人来解救中原武林。为什么？你说呢？每次都是我白给你打工。好吧，干完这一票，我就能成为名扬海内外的国际大侠了。帅哥耶，简先生。You are the legend, Mr. Shen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今天能来看我。经过评委会严格评判，七秀方主叶芷清最终排名为日轮武士排行榜樱花集第2位。哇，太可爱了！这是个谁呀？太可爱了呀！什么日轮排行榜？我们是中原的大侠，不是你们所谓的武士。你们到底打什么算盘？对啊，谁要当什么日轮武士啊？我花了5年才升到弟子榜103位，日轮武士榜算个啥呀？什么东西啊，这么有名？在场有多少人认为自己是江湖知名的大侠？请举起你们的手。举手的各位大侠，有多少人不被生计所困扰，生活无忧无虑，财务自由？财务自由没钱。日轮武士排行榜的出现，不是为了取代大侠榜，只是向过去的规则提出质疑。请问在座的各位，大侠榜存在江湖中那么多年，有人怀疑过它的公正性吗？为什么天字榜单永远都是那几个人？为什么弟子榜努力数年，勤修苦练，排名始终不见长进？
为什么人字榜大侠总是低人一等，备受歧视？或者说，这一切都是被那高高在上的9天所安排好的？你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徒劳。哼，这贼寇妖言惑众，这家伙真是厉害，几句话就能让天地人3榜互相敌视，恐怕不是个善茬。霞红，今天这场大会，我将带给大家一个全新的概念：霞红经济，流量变现。流量变现？我知道大家还很费解，接下来我将请上几位嘉宾为大家现身说法。让我们有请张翠峰侠士。我勤修武学数年，始终无法突破，在人字榜400位徘徊了10几年，可以说永无出头之日。但通过日轮购，我发现了另一条出路。如今我在长安城现场开箱日轮购商品，并进行评测，短短几个月，我便收获了数百万大唐粉丝。哇，刚刚到货，我应该是第一个拿到这把日轮匕首的。今天就给各位带来全球首发开箱评测。Anyway， 首先我们打开包装，哇，这包装至少值30两银子啊！哇，这线条 ，awesome！ 这真是我独享的 moment。我已经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了，你们知道吗？市面上已经太久没有出现过这么让人感动的产品了。如今，张侠士凭借综合实力和江湖人气，在日轮武士排行榜位列樱花级第3位。奇魔高将亭啊！没想到他也会来。来自巴蜀的赵小花，她精通易容之术。过去的她，只能在引援密剑悬赏榜接一些刺杀的小任务，微薄的酬金只能勉强度日。但如今，如果是在暗杀的时候呢，我个人推荐这款控油型的粉底，不然脸上的反光很容易就暴露了你的行径。那有些朋友常常在决斗的时候两眼无神，这样气势根本无法震慑住对方。那这款眼影和睫毛膏搭配起来呢，就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。我这款松上牌粉底液虽然很好用，但大家不一定要选我这款，日轮购里有很多种类，总有一款适合你的哦。在他入驻日轮购后，美妆区日均流水上升300%，这样恐怖的带货能力，让他晋升为日轮武士排行榜天皇级22位。罗森宇、萧月、王虎、李宝路，这台上的每一位，或许你们都不曾听说过，但现在，他们已经是各个领域中的精英，有了一大批属于自己的受众，并在日轮武士排行榜中身居高位。为什么他们能够成功？因为在我们日轮购的大数据支撑下，我们可以精准地掌控江湖中人喜欢什么，甚至可以去引导他们喜欢什么。史杰西，我数3声，咱们一起冲出去。给我老实点，说好了这次由我来拯救武林，你哪儿都不准去。中原是一个巨大的市场，当流量席卷而来，如果你没有跟上，你就会被淘汰。我在此向各位大侠承诺，只要加入我们日轮武士排行榜，我们包教包会包分配，你就是下一个霞红。霞红姐姐，我来帮你解释一下，所谓的霞红，就是利用大侠的名声，帮助你的日轮购赚取利润，用低劣的产品透支大侠的声望，骗取百姓的财产。你口中的霞红经济，唯一受益的只有你们日轮山城。他说的好像没错啊。原来这些家伙打的这个主意，这些东瀛人也太卑鄙了。袁明雅，
你盗取大唐海图，垄断中原货运，扰乱市场，榨取百姓钱财，其罪之一；你还四处发放高利贷，逼死多少无力还款之人，其罪之二；你借比赛之名，将中原各路大侠汇聚于此，且在此岛周围遍布埋伏，妄图将中原武林一网打尽，其罪之三。这位，你等会儿，我还没有发言完毕。各位大侠，如果人人都能够通过投机取巧的方式到达大侠榜的高位，试问这个江湖还有谁能够坚守心中的正义？如果一切侠义之举都被利益所驱动，那么所谓的江湖道义，各位身负的大侠之名，又有何意义？说得对，从来没发现，原来他讲话水平这么高。这个混蛋偷了我的演讲稿。袁城主，有什么遗言赶紧说吧，今日我便要替天行道。还未请教，大侠尊姓大名？我乃侠肝义胆沈剑心。原来是沈大侠。各部门注意，用户名沈剑心，1分钟内购物记录、收货地址、贷款数额、生平经历，给到我关于此人的一切信息。这是该用户曾经的公开发言，我要大家找出其中的黑点，给我标红标粗，从头到脚不要放过任何痕迹，找出一切相关资料。皆さん，突发情况，验证我们风控能力的时候到了。沈大侠，这些流言蜚语，不知你是从何处听来？若是你即刻离开，不再打扰我们的大赛，这些你都可以带走。啊！哼！你还敢当着各路大侠的面给我封口费？这些东营人果然没人好信，恐怕是被这个沈剑心说中了吧？说中了。沈大侠，这不正是你需要的吗？啊？什么意思啊？沈大侠难道忘了，你欠下的日轮贷似乎一直都未还款呢？你口口声声指责日轮贷，却将纯阳的镇牌之宝天道之剑作为抵押物去贷了日轮贷。我当时，你欠下的贷款，连本带息1580两银子，至今1分未还。欠债不还，就是你的侠义之道吗？你如此憎恶日轮购，却在日轮购消费了1000两银子，岂不是有些自相矛盾？哼，天天有钱花的日轮贷，这本书还真是契合沈大侠的侠义精神。我不是，我没有。咦，看起来有寡齿。哎，这家伙之前不是叫沈心吗？在长安城里招摇撞骗装大侠，现在怎么又变成什么沈剑心了？沈剑心，我记得他去年还跟红衣教打过交道，听说啊，他还加入了那个邪教。难怪跑来黑日轮购，搞推人黑搞这一套用得不错啊！我没有加入邪教，是我跟李父一起铲除了红衣教。哦，李父，就是那个高高在上操控着江湖的九天。你收了李父多少钱？介绍给我认识认识吧。有钱大家一起赚。他肯定是李父的洗地狗。说，你和李父到底什么关系？你现在出去，只会火上浇油。沈剑心，叶庄主，群情激愤，若是出头，恐怕会成为众矢之的。这家伙一脸道貌岸然的，私底下都干些什么事啊？我刚才就觉得他不对劲儿。哼，什么烂人，还装大侠？这世上哪有完美的人？在日轮山城的大数据下，任何人的漏洞都会被找出来。但凡犯过一个错，说错一句话，
就足以毁掉一个人。我的妈呀！我得想办法清除我的购物记录。滚吧，犀利狗！不要你这样的人！明雅大人，今晚是你的大日子。滚吧，犀利狗！你说的全都没错，但看起来大家并不在乎真相是什么。快滚吧，犀利狗！掐脚推的烂钱，臭不要脸！滚下去了，别妨碍我们评选侠猴啊！滚下去啊！滚！犀利狗，臭不要脸的，赶快滚出去！臭不要脸，快滚！滚吧！我说人，这不要你脸死！为了明雅大人，杀光中原人！这些东瀛人当真心怀鬼胎！什么侠虎？原来这一切都是圈套！没想到那个沈剑心说的，居然是这样。你们这些东瀛人知不知道，日轮够让我的师级滞销，正郁闷得很呐。10步杀一人，千里不留行。再也不用给你们东瀛人代工什么狗屁日轮刀了！此番战乱并非我意，定有他人从中作梗。